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隆基 Sam。今天又来到了这个新竹竹东的麦味登今天要跟小虎哥一起出发去南横哦。哇，大家看这个小虎哥为了这个南横之旅全身的防摔衣，这个京都的品牌 Degner 都给他穿上身了听说昨天去那个新竹安信，不小心就花了1万多块。好，吃完了早餐呢，我们就正式的踏上旅途啦。这次的旅行呢，真的是规划了非常久然后也拖延了非常久。本来我是想帮今天的影片加上一个主题是难上加难的南横之旅因为真的是难上加难这个南横公路呢，睽违13年，在2022年的5月1号通车了。那有看到很多人都在这个通车日或是当年就去这个探访南横公路那我也本来是在当年的10月份就想去的，可是呢，那一次南下的旅行后来改成坐高铁后来就一直没有去成，就这么拖的到了今年。哇，南横都已经开通2年了终于我有机会可以跟小虎哥一起来去探访这一条很棒的公路。这一次我们特别选在5月初的时候出发因为这个时候天气还没有那么热。如果过端午节之后去骑车，真的白天是蛮热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骑车都还是凉凉的大家看都是大太阳可是骑乘起来呢，蛮凉爽，蛮舒服的。那因为南横公路我的规划呢是想要东进西出因为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嘛，所以呢，如果要去南横，好像从东边往里面骑，会这个阳光比较顺光，这个画面拍起来还有我的眼睛看起来是比较顺的。那东进西出的话呢，最好是从宜兰、花莲、台东下去，然后再跨越南横到台南嘛。可是呢，前阵子花莲就发生了大地震所以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啦，所以呢，这次我们的路线就完全不会经过花莲，也想让花莲那边辛苦的工程人员呢，好好的整理那边的灾后状况。那聊着聊着呢，就来到了这边就是台三线汶水这个地方远方那个山看起来就很像广西那种的我是没去过广西啦，不过这边的这个山水风景真的是很不错。好，来到苗栗大湖了。那今天呢跟明天都算是移动日那因为今天要去嘉义，然后明天要去垦丁住，然后呢后天才会绕到台东，那一边会经过旭海，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这个旅程的重点景点不过呢，2个好朋友出来骑车嘛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所以我们还是在旅程的中间呢找了一些景点可以停一下休息一下让那个屁股可以这个血液疏通一下这边就是鲤鱼潭观景台，这边还有这个字样。这趟南横之旅说是难上加难有2层意思第一个是真的很难规划的，最后终于成就了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2个男生，难上加难男生一起骑车也比较方便啦我们年纪也差不多，那在蓝牙耳机里面聊得很开心。哇，自行车骑士太厉害了。来到这边有这个行动咖啡这边就是卓兰最后面的高点，从这边往下看呢，其实就是台中市了经过了卓兰大桥，那这边呢是上次我环半岛要去武岭的时候呢，曾经经过的大桥。下桥就来到了台中东市了。那本来台三线走得好好的这个 Google 导航就可能要导我们走一个近路吧，就绕过这一边小路，然后走这个长庚大桥来跨越大甲溪。好，大家看这个小虎哥一身劲装我一路上一直就说他好像那个什么星际战警那种星际战舰里面的什么少尉少校那种感觉很像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的那个装扮，有没有？接回台三线之后呢，我们一直骑就来到了台中丰原。那提到这个地名呢，我就一直会联想到这个吃汉日常几位大叔们他们好像是住在丰原区，对不对来到这个桥底下呢，我们看到这边有写着快速公路，就是往前进不过也有国4的这个标志那我们是要走快速道路可是这个前面这一段好像它是高速公路，所以这边它就是不让人走过去的，就蛮奇怪的一个规划了那个
我们明明已经导航不要走收费公路了哦，它还是会让我们走向这个国四。那还好，小虎哥以前来过台中这一边，所以他就跟我说，要走这个河的旁边汉溪西路，从这边一直南下就可以再接上这个74快速道路了。好，这边就比较进入台中市的感觉了哈。然后呢，来到这边，哇，终于正式的接上台74。哇，在这个路上骑呢，就觉得比刚才顺多了哈。虽然这一路上呢，我们都是觉得尽量能不走高架就不走高架，因为台湾的高架一方面速度还蛮快，就是说如果怎么样的话，那个当然我们就受伤比较严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开汽车的人对我们不太友善哦。不过还好在台74这边没有遇到这个情形啦。好，来到了彰化，我们就下来准备要来去吃中餐啦。从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沿着彰化市的小路就一直往前骑，来到了他们的最热闹的街区了。那我是在网络上随便找的啦哦，想说来了彰化就要来吃个肉圆嘛。那这个目的地已经在前面了，我们就想说，在哪里停车呢？好像这个骑楼都可以停哦，我们就把车停在这一边。那我们看小虎哥在干嘛哈？因为他觉得那个膝盖那边的护具太憋了哈，所以把它抽出来。北门口肉圆，哇！大家看大中午还有那么多人在这边排队，就知道它真的是知名的老店啊。我们在门口乖乖的排队哦，大概排了10分钟以上。这一家北门口肉圆，它的肉圆是有炸过，炸到会起泡的那一种哦，所以它表皮是有一点点酥酥的。我跟小虎哥都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那小虎哥是说吃不习惯啦，我倒是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试试看不一样的口感也蛮好的，口味其实是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吃。吃完了实在太热哈，来一杯饮料降温一下。吃饱喝足了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旅程的第一个重点啦。吃那个肉圆还不算重点哦，我们骑车的人呢，就是想要骑看一些经典的路线，所以呢，我就征得了这个小虎哥的同意之后啊，今天就算要增加20公里的路程，我们还是要去骑一下他们的这个139县道，就从彰化市的这个市中心这边开始啊，沿着这个坡度往上，就会慢慢进入他们的八卦山脉哦。好，那这个139县道呢，一开始还是比较像一般的道路啊，像这个乡道、县道这个感觉。可是呢，经过了花坛的这个路口，哇，高度再次的往上，那这上去以后呢，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哇，这个139县道啊，虽然它只是一个来回单向通车的一个不算特别大的路哦，可是果然它是中部的经典路线，这两侧都有高高的树，然后形成好像绿色隧道一样，觉得一上来呢就有一种非常悠闲，真的是在跑山那种很舒适的感觉。哇，我跟小虎哥两个人一直骑一直说，哇，真的很不错哎，哇，这边真的很不错哎，讲了好几遍这样子。那当然啦，跑山圣地免不了的就是咖啡厅了哈。不过我们没有停下来，我们呢就继续的往前骑，因为刚才吃过了中饭嘛，继续的来享受一下这个很不错的139县道。虽然时间才是中午过后哈，不过因为天气有点算是阴天嘛，所以骑乘起来呢还是算蛮凉快、蛮凉爽的。那这个139县道，它就是在这个八卦山脉的算是棱线上面哦，就一直往南骑，所以它的两侧风景是很不错哦，视野非常好，只是树木有点挡住了啦。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痴汉日常，对不对哈？因为我有在看他们的频道跟看他们的这个脸书啦，他们本来是说要在这个芙蓉宫这边发泡面哦，不过日期没有对上，那我还是在这边拍照纪念一下。然后呢，在旁边看到了这个很可爱的小小的凤梨啊，它正要成长了哈。那不知道为什么要帮它穿这个雨衣，可能种凤梨的人比较知道吧，有它的道理了哈。这个139一直往下骑，就会来到南投市了哦，有一大段都在南投市里面。哇，旁边就开始有好多的凤梨田，哇，这个广大的程度啊，这个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微热山丘在这边有一个这个好像是旗舰店嘛。来到这个路口呢，不能再走139哦，要走139乙。这个我都上网做过功课了哈。这个139县道最好呢，就是接上这个139乙，然后跑到这个松柏岭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目的地了啊。那继续往下骑，来到了南投的民间乡。哇，这边就不是凤梨咯哈，这边变成好像有一些树苗，还有茶叶。哇，走在这个路上啊，骑在这个路上，你就会闻到哇，有好多的这个制茶厂，他们正在制茶，就在街上散发出很多很香的那种味道。这个制茶的时候发出来的味道，我觉得好像比泡茶的味道还香呀，只是它不能喝而已啦，只能用鼻子闻一闻啊。哇，这个松柏岭我们都是第一次来，然后我跟小虎哥在路上一直说，哇，好香哦，好香哦，一直被他们的这个香味征服。然后后来终于来到了我们要休息的地方，就是松柏岭的游客中心。就你随时都是，好香哦。对啊，也蛮好的，好像住久了会很健康。而且你看那边，好惊人啊！哇，小虎哥看到他们旁边这个无障碍坡道啊，做得很用心哦。因为如果你只有转2-3个折的话，等于它的坡道是更斜的，不好推，所以他转了很多折哦，算是蛮用心的。好，那我们就正式的要走进去这个游客中心啦。这个游客中心呢是茶文化主题馆，所以呢进来里面就会发现呢，除了右侧哦，这边它有介绍八卦山脉的一些景点啊，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模型。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今天走的这个139黄色这一条，沿路这样子都在这个山脉里面。这边就转接，这里对，转接139乙，下来到这里，松柏岭。然后呢，还有介绍松柏岭这个地方，它在1723年就发现了有100年树林的茶树哦，哇，好厉害啊！其他地方都是乌龙茶、红茶，其他地方的茶比较适合烘焙可是就是只有桃竹这一带是东方美人茶。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是，碧螺春就只有三峡在种绿茶。碧螺春好像是北部的茶。1楼这边他还做了一个茶厂的场景哦，让你可以在这边这个体验一下，拍拍照。要啉茶不？啊，要啉茶不？这边应该是讲台语吧？会养茶哦。草，应该是这样。草茶精，然后这个龙眼。来，不要动，好，不要动。啊，2个人一起出游就有这个好处了哈，不用再自己拍自己啦，就可以呢，有你的朋友帮你拍一些有趣的照片，可以做回忆哈。然后我们就上到2楼，2楼就没有冷气，比较没有那么冷了哦。不过呢，这边有一些装置，有一些摆设，其实还是蛮用心的哦。然后这边有这个6大茶类闻香区，这个蛮好玩的。如果带小朋友来啊，可以让他们认识一下不同茶叶散发出来的味道。这是有那个茶叶，我喜欢这个叫茉莉花茶，再加工茶。对，很像我们那客家在喝的那种青草茶、仙草茶那种。这里很好玩，这个。对不对？你现在喝起来那个啊，这个是有，那像女生喜欢喝的。对。好，这边还有这个网美区摆了2张非常漂亮的啊，比较西洋式的椅子。然后呢，还有那种甜点的那个塔，有没有放在那边？这上面的这个甜点都是假的，但是做的好像真的哦，蛮特别的。我觉得算是有用心哦。好，离开了松柏岭游客中心，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啊，好像没有拍到什么机车的美照。好，赶紧找了一个路边呢，让我的这个 CB300R 跟漂亮的茶园一起拍照。
因为要来松柏岭的关系啊，其实我们已经有点骑到了南投的山里面了哈，骑到了民间乡。那既然都来到这边了，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去南投的竹山啊。所以经过这个民竹大桥，为什么要来竹山呢？就是想要来看一下这个竹山的紫南宫。那其实我本身不是对宫庙有这个信仰的人啦，但是呢，我总是看到有好多人包括我哥哥，每次骑车就会来这个紫南宫看一下，我就想要亲眼来看一下，这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我在 Google 地图上已经有看一下街景了大概知道这边其实就是有点像市场啊，有点像庙口这个样子。然后呢，紫南宫它的本身是蛮小的一个宫庙但是因为什么，大家都想要过来这边发财就会来这边借钱，然后回去做生意发财之后再来还愿，所以这边是香火鼎盛那我自己觉得啦，你要赚钱应该还是要精进自己的才能知识还有判断力等等的，这样你才有办法赚大钱。比起来这边摸一下这个雕像，应该更有用嘛如果摸雕像就能够赚大钱的话，那全台湾就没有穷人啦。好，离开紫南宫呢，我们又回头上了这个大桥。大家有看到那个左边那边呢，那个就是八卦山脉，就是刚才我们从那边骑下来的啦。接下来我们一个左转呢，就往山脚下前进，因为我们的路线就是这样我们从这一边，然后要绕过那个山脚下，要往云林县去了所以呢，就会在这个八卦山的末端这个脚下，经历了一段还蛮像这个北宜公路的一个山路那在浊水溪以北这边还是彰化二水的范围跨越了这个彰云大桥，就真的要到了我们的云林啦。接下来就是一大段要从云林到嘉义的省道的路程那这几天我跟小虎哥骑车就觉得省道真的是比较无聊虽然路也算平了可是就是骑一骑红绿灯停一下，骑一骑等红绿灯，就这样子那这个景色都不是特别好。所以经过古坑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绕进去，那个有一个好像什么绿色隧道，我们绕进去看一下好了那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公园绿色隧道公园，但我觉得这边有点可惜的是，它种的是芒果树所以虽然我们还是有下车走一走，因为这个屁股有点痛但是就觉得说哇，好怕被这个芒果打到，因为我们真的有亲眼看到芒果掉下来。好，这边就是它旁边做的一个牌子大家好像有看到苍蝇飞来飞去，对不对？因为芒果掉在地上没有人捡然后苍蝇就会飞过来，所以这个路上说实在是有一点点臭臭的然后一点点脏脏的这种感觉啦虽然它是有做一些规划，不过呢，下次我可能经过就不会特别停下来了。两侧高高的芒果树如果用骑车的骑过去，还是蛮漂亮啊但是后面这一段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树，但是树更高，然后呢，这个路感觉更干净，所以我觉得反而后面这一段的古坑的这个路段台三线反而是更漂亮正式进入嘉义县了，这边是梅山乡。其实沿着这边一直走呢，待会会经过竹崎那我就想起竹崎那边有一个很好吃的羊肉羊肉面线可是这时候我们都有一点累就想说赶快回到这个民宿那边去休息啦。终于来到民宿了，哇！今天骑了267公里第一天，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算轻松，可是呢，我们这样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现在也真的是蛮累的。那我们简单洗完澡就要出去吃饭啦。哇，洗完澡出来逛夜市就是舒服我们都穿上很轻便的衣服，不用再穿防摔衣了好，这边就是这个嘉义有名的文化路夜市。在这边看到有个很可爱的可达鸭，这边好像是做按摩所以他用这个可达鸭在这个招募大家，就大家来压一压的意思不过我们晚餐呢，最后是吃了汉堡王，然后最后再用这一碗冰来结束这一回合。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大概7点左右就出门了还跟隔壁的阿公打了一下招呼，他对我们很友善啦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要前往垦丁那一路都是骑这个省道今天又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路程这边这个很有意思这条红红的有点像桥的东西，它就是北回归线这边是嘉义的水上乡，然后再往前就来到台南后壁了。
那沿着省道一直骑呢，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你会真正去认识这个地方。像这个台南后壁，以前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啊，但是来到这边发现啊，原来这边的街道景观是这样，旁边有很多的田，然后呢，这个房子都矮矮的。当然很多地方都差不多矮矮的房子啦哦，可是你就会比较知道哦，这个地方大概会种什么东西，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空气中的味道怎么样。好，来到新营了哦，这边是我有印象的地方哦，因为我以前在新营当过兵哦。这个牌子不知道是什么哈，不过经过了呢，就是进入了台南的六甲。那一样的啦哈，我们对六甲也是本来没有什么认知，但是亲眼亲自这样子骑过这些道路之后，就可以比较体会到啊，平常在这边生活的居民们，他们经历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骑到后来啊，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旁边有好多的田，好想下来拍照，最后就在这个关田的一个小路旁边拍照啦。因为呢，如果我太早拍这个稻田的美照的话呢，我很怕大家会以为我已经到台东池上哈，虽然池上的确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点了哈。哇，早上的阳光就是拍起来很有朝气。来到了台南善化，哇，大家看旁边都有在卖牛肉的哈，因为善化这边就是有这个好像是屠宰场了哈，温体牛肉。然后我们来到新化吃早餐，这个美之城的对面呢，其实就是这个街艺场哦。好，这是小虎哥的早餐，我们在新化，早餐就有锅烧意面可以吃。我还是吃传统的这个汉堡。这间店呢是美之城的新化中正概念店哦，所以好像有点旗舰店的感觉。它的装潢啊还蛮用心，内部还蛮宽敞明亮的。那我是吃这个汉堡红茶嘛哈，喝了一口它的红茶，觉得哇好甜呐，瞬间才想起来我是在台南。吃完早餐继续前进，好，就很快就来到了这个新化老街。这个老街的两侧建筑物，我觉得是维护的蛮不错的哈，也看起来都还蛮新兴、蛮干净的。那因为今天中午我们订的吃饭的地点是在高雄哦，所以呢 ，Google 就带我们走这个台86快速道路，然后又下来接了这个南157的乡道，后来就走一些小小的路哈。不过还可以这么近的看到西瓜田，感觉还蛮特别的。就这样骑着骑着呢，我们已经进入了高雄的冈山了哦。那冈山这边就是螺丝特别多嘛哈，所以我们骑车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不要尬到螺丝啊。然后我们看到旁边这边有这个哇 Uniqlo 好大，然后它只有1层楼的，然后旁边还有那个 Kura Sushi， 哇这边感觉有点像日本哦，那个建筑物都只有1层楼，然后好宽广的样子。又来到了高雄的桥头，这边有这个彩虹桥墩哈。这边是知名景点，我已经都记起来了。哇，旁边还搭配了这个最近在开的这个阿伯乐树，所以这个景色还蛮漂亮的。那来到了三民区了哦，然后旁边这边是这个 Kimco 的总公司啊，光阳工业。这个都市里的人骑车没有再跟你客气的哈，这个阿公阿嬷、阿姨、姐姐全部都跟你超车。那我们就朝着这个85大楼继续的前进，最后呢是来到了这个大利百货，待会就快要到我们的目的地啦。好，这边是高雄总图的停车场，我们选择在这边停车是因为这里可以停重机啊，你这可以光明正大的骑下来，你可以这样子来收费，是还蛮不错的。从地下室上来就可以看到这个高雄的总图，哇，它是一个这个悬吊式的建筑，很特别哈，还有这个空桥连接到这一边是诚毅酒店。在它的1楼有摆放这个石雕作品哦，远远看上去有点像蝙蝠车，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位张乃文作家，他就是刻意想要把这个石雕做成有点像这个《光速战记》里面创这个电影哦，里面那个机车的样子，大家看是不是有8-7分像呢？哎，对，这2个轮子这样大大的哦，我跟这个小虎哥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蛮酷蛮帅的，虽然骑上去不是那么舒服啦，不过就拍个照嘛。那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来高雄市里面吃饭呢？因为小虎哥有那个这个莫凡比那个礼券啊，想说呢，都快到期了就特别来高雄展览馆把它用掉。哇，果然走进来发现内部的这个装潢非常的大气。不过呢，
哎呀，竟然没有开啊！早知道就应该先打电话过来问一下。原来这个展览馆里面的餐厅是特别有展览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啊，这点资讯提供大家知道一下。后来我们就来到那个总图下面这边的这个翰林茶馆，在这边吃饭啦。哇，他们这个面这个所费不赀啊，但是呢也真的蛮特别的。它的这个面汤里面啊是有加入茶汤的哦，所以吃起来蛮清爽，不会油腻的。然后它还有加入半枝花枝在里面哦，所以这个汤头是蛮鲜甜的，很棒。在北回归线以南啊，真的是特别热哈。在这个高雄刚才那边真的是热到受不了，所以我们在里面呢稍微降温一下，喝杯茶凉一凉之后才继续的出发。那接下来要往垦丁去哦，那这个导航都会带我们走这个台88快速道路到潮州啊。不过每次这个导航我就觉得它好像有点怪怪，应该在潮州那边交流道下就好了，但是它就是中间就让我下了。然后就让我走一些小路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跟着他一直走啦。但是呢，也算托他的福我就看到了台一线上很漂亮的阿伯勒树。来到了屏东的枋寮了，哇，这边的特产应该是莲雾然后呢，要进入枋山乡了这边的特产是芒果。那本来我们订的中间的休息点是 7-Eleven 的海豚湾门市可是还没有到那边呢。小虎哥就一直打哈欠，实在觉得太累了。那这样疲劳驾驶不行我们就提早找了一个 7 进来，在这边这个喝喝茶，然后他是喝蛮牛提神一下啊。这个疲劳驾驶真的是很危险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休息过后才再次的出发了啊。这边有看到2位骑士，哇，很帅哦。他们的车呢，一个是红牌，一个黄牌，待会还会再遇到他们。那这边就是 7-Eleven 的海豚湾门市了，那我们刚才已经休息过，就不进去啦。经过了这边就是南回公路的入口了那如果我们要往垦丁，就不要上那个高架，就直走。那接下来就是台26线哇，已经看到海了，哇，开始有这种很宽阔的感觉了。可是呢，怎么开始有一点点飘雨来到了屏东的车城，来到这边我有一个想要过来打卡的地方。又看到这2位骑士后来我都问了一下，你们是兄弟吗？你们的车牌怎么都是1688感觉都是有特别选号的。后来他说不是，是因为这2台车的车主都是左边这位大哥好，这边就是看海美术馆。我是在那个脸书社团上看到好多人来这边打卡有那个2个猫咪抱在一起的那个一个打气的装置不过呢，我这一天来的时候风太大，它就收起来，无缘相见来到了屏东的恒春了，那看一下前方的道路这个乌云还蛮厚的可是看一下左方那边2座山的中间，竟然有彩虹哇，竟然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哇，一整条弯弯的彩虹就在2座山中间，哇，瞬间觉得心情很好觉得好像待会会有好事发生虽然还是下雨了啦不过看到彩虹心情还是很不错。那来到这个恒春古城呢，因为我没有来过，所以呢我想说都环岛2次了每次都骑过去，我想要特别的骑进来看一下它这个北门城墙。我是蛮喜欢这些历史的东西的啦，来跟它合照一下，然后呢体验一下这边当地居民骑车穿过去的这种感觉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再经过这个有一点像市场的地方，慢慢再往前骑就会看到这边就是我订的一个也是想打卡的景点，海角7号，阿家的家，阿嘎的家啦阿嘎为什么要欺负我海角7号的确是当年蛮成功的一部国产电影所以呢特别为了它过来拍照一下也是蛮值得的。那刚才我们经过的是北门，然后这边是恒春的南门那经过了南门之后呢就出去了。那我们继续的南下，来到大概后壁湖这边准备要来吃晚餐啦。因为也是在网络上看了很多次人家说这边的生鱼片又便宜又好吃所以一定要过来尝鲜一下。那我们就把车停在对面的马路上然后就回头要进去餐厅吃饭啦。但是
后来发现它的这个生鱼片啊，是要点满额你才能够点它的生鱼片的哦，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250，这200，100，100吗？100，然后350，合计1000。那整体来说呢，这个菜色都还可以，只是我觉得生鱼片不能单点，必须要满额才能点的这件事情，应该要强烈的来提醒一下。那吃完晚餐出来呢，天气也都变好了，这边就是后壁湖。经过这边是南湾休憩区，那这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啦。然后再正式的进入了垦丁，就要来到了垦丁大街啊。我们今天要住的这个背包客栈就在大街的巷子里面。这个是我看那个台北骑士，他好像也来好几次哈。我看他的影片才知道有这家背包客栈的。那其实它的环境我觉得就是没有到那么舒适，但是呢，因为它楼下可以停摩托车，所以我就选择了它啦。但是还是可以让人好好睡觉的啦哈，而且它有电猫，还算给它加分哈。哇，前2天我们加起来一共骑了快要500公里啊。那接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期待明天的旭海，还有呢之后的台东池上，还有呢最重要的南横公路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国宝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